书接上回，继续回到我们的 LA Bike Casino 的德州扑克之旅。皮皮在 Q2 傻 call 傻中4条之后，高兴的小熊跳舞。前方又有什么样的扑克磨难在等着他呢？他还能乐得出来吗？那 Wesley、肥鱼和 L 的加入，又会给我们的牌局带来什么样的火花呢？一切尽在本期的洛杉矶思局历险记。可以看到，此时德州扑克最后的一个艺术家扑克莫扎特、德州米开朗基罗 Wesley God 加入了牌局，为这个牌局平添了一抹不一样的烟火。而他坐下的第一手牌，我们就与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此时他带入了5000刀，一坐下直接 open 了500。我们则在大盲被一手 KQ Suited 唤醒，他出入牌局。我们尚且处于小心试探的阶段，所以我们此处的 KQ Suited 并没有选择去3bet，而是软弱跟注，力求游戏翻后。Straddle 位置的 Jack 也选择跟注，三人底池是游戏翻后，底池来到了1500。Flop 呢拉出来479，两张方片，我们直接大大方方的听起了前门花，选择在不利位置过牌 ，Jack 也过牌。艺术家看着这个牌面，开始了他的哲思。是什么牌啊？9宫，这个牌应该要 check。转牌 ，Bam Poker Justice 掉了一张方片 A， 我们击中绝对的 nuts， 而艺术家在翻牌觉得应当要 check 的牌，很可能击中了这张 A， 所以我们选择过牌，把舞台交给他 ，Jack 也过牌 ，Wesley 果然有下注的想法 ，check， 这个牌面对你们应该可以下，可以的。我看得到500对吧？对。下1000，他选择下注1000。我们此处在三人底池，加注呢所显示的牌力过强了，并且后卫还有 Jack， 说不定他会发疯。于是此处选择平 call。Jack 令人失望的选择了弃牌，底池来到了3500。我操，秒扣啊！每条鱼秒根，有点意思。快！河牌呢掉落了一张完全无关牌10。我听艺术家的意思啊，是河牌还会继续表演，所以我没有必要打草惊蛇。此处依旧选择过牌 ，check。这个10，说实话有一点糟糕，非常的糟糕。啊，我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这张 offsuit 的10会很糟糕，在心中跪求他千万别这么想，赶紧给我下注。他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喊，虽然觉得这张10很糟糕，但思忖片刻，还是选择下注1800。OK， 拿个1800。他的后手也只有剩下的1000多了，是基本套池了。那我们也不装模作样了，选择了一个秒 all in。A 挺，我操，推我！为什么要推我？推我只能 call 你了。你哇！我操！就这么成功的拿下这第一个底池，第一手就把我们的 Wesley God 清光了，迎来了 Jack C 和皮神的锐平。这边这个死墩子啊！不是，你可以穿Suited不3bet番茄。我以为会遭到一个秒脱，没想到是个秒 all in。下一手牌 Wesley 新鲜热辣，刚补好5000的马，我们在 cut off 拿到一手44，选择 open 200。Jack C 呢，在我的下家选择傻 call， 刚刚补马的 Wesley 选择祭出了一记3bet到1200。轮到我们的44肯定不打算弃牌，但如果 call 进去，基本上 flop 拉开就3顶帽子，给我上演帽子戏法。面对 Wesley 浅浅的后手，翻后的可玩性是基本为0啊。所以此处面对艺术家的3bet，我也来给他艺术一发，用44祭出了一记4000的4bet。bet 4000，暗示自己有4。Jack 选择弃牌，而 Wesley 后手5000，我4bet 4000，给他留1000的操作，让他完全看不懂我的后现代艺术，自己心里先打起了鼓。哎，Wesley， 上次牌很大吗？问我有多少，我打了个4000，你为什么不直接 all in 呢？奇奇怪怪的。精细细腻。算了，让给你，知道你牌大。我靠，44。就这样，我们靠44的4bet生生抢下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又搞笑了，我们是抢鱼进入了浅睡眠状态，在 under gun 被一手60欧给唤醒了，展现气质 ，open 200。
皮神在小盲3败我们到700，非常好的赔率，决定这一次就当消费了，用60欧扣进去，游戏翻后。Flop 呢拉出来8勾 K， 我们只能听后门顺和后门3条。皮神呢是选择 C 败500，我们位置有利，技术碾压，选择用这一手10嗨来 float 给他粘住。转牌呢掉了一张叠牌 J， 他选择过牌，我们在有利位置也选择过牌。合牌时掉落一张9，皮神再度选择过牌。我心里非常清楚，在皮神的心中，我一直是一条支付傻鱼，所以他非常贪婪，他不可能用任何的价值牌型在这里连过2枪，并且我们的60还阻挡顺子，所以当他过牌之后，这里既然我们游戏了60，就是一手强制 bluff， 选择下注1400，皮皮没怎么想就选择了弃牌，那我当然是选择秀牌喷垃圾话了，结果离奇的来了。哎呀，这就是皮卡的吧，随便玩弄呀。你他妈冲顺了，你在叫什么？没有事。这哪里有890勾圈呀 K， 最后的是 K。皮神你。后来的话没录上，我帮 Wesley 补充，他皮神连牌面都看不懂了呀。最后的是 K， 最后的是 K， 最后的是 K， 最后的是 K。可能这就是所谓行走的 GTO 吧。block 的概念它已经融在血里了，看到 block 就当顺子了。而且现在可以解释为啥 A 花弃牌了，可能是压根没看出来中了 A 花。我在 LA Bike 的4局第1天就这么在欢乐中度过了。我们水上是16000刀，下面进入第2天的欢乐。这天呢 ，L 听说有抽象局，也加入了战局，并且在晚些时候还会迎来我们的小甜甜 Britney， 让我们进入战局。第一手我们在 Double Thread 的位置被一手 AQ 草花给狠狠的拍醒。皮神今天专门畏畏缩缩的坐在我的下家，选择 Open 300。大盲呢应该是一个 Pro， 选择3败到1500。到我上家的 Jerry 直接4败秒射了他后手的接近4000。那在这种局呢 ，AQ 相当于是一对王了。我们也选择直接5败 all in。皮神和大盲纷纷弃牌，我们成功和 Jerry 进行了一个 pre-flop 较量。我们自信满满，开始了和 Jerry 关于谁大谁小的争论。我把摇椅可以开。all in A 4牌不丢人。就 all in all 就 in， 这么大吗？我也很大呀。我比你大1场，比我小，真的啊？真的比我小。几次你要5次， 1次或者2次？随便你。你挑。好，1次。我真比你小。真比我小，真比我小。现在呢？现在不好说了。真不好说。那而在拉出转牌之后，一切关于大小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傻乎乎的击中了 nuts， 又成功的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全部 4牌到小盲的 Jerry， 他选择 Open 400。我们在大盲被一手 K8 缩底唤醒，选择跟注来游戏翻后，底池来到800。Flop 呢拉出来 KJ4 听花面，对手丝毫没有要停枪的意思，选择下中注600。对手呢他在范围上是遥遥领先的，可以有我们所没有的 KK 勾勾 AK AA， 但我们击中顶对，除了跟注，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选择跟注，底池来到2000。转牌又掉落一张更糟糕的牌 Q， 这手 Q 的到来让本就是硬扛下来的我们又输了不少牌型，而对手则丝毫没有手软的意思，选择继续去下注1300，在一个单一加注底池。如果我们的顶队此处直接弃牌，我想不到我们可以拿什么牌再去抵抗了。选择是继续来跟注，底池来到了4600。合牌掉了一张完全无关的牌方片5，结果对手是二话没说，直接像一头嗜血的豺狼一般，恶狠狠地推出了自己后手接近4000。我思忖片刻，我觉得在河底对手这样的炸虎还是太少了，输对手所有的2对 set 顺子。我最终选择弃掉自己的顶队，结果对手亮出了一手令我难以置信的牌 K10， 这也要3路啊！你打傻鱼可不可以？你他妈的！这是纯把我当傻老板在锤了，完全把我当一个纯鱼，纯跟注战。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这里一个 K 在想要什么的价值，难道就是在要我们 K8 的价值？想想不由得有些后怕，这个人把我彻彻底底的毒穿了。想到此刻，我在我对这群人眼中的形象感到了不满，激起了我们的战斗欲望和气质欲望。突然身体被自己的操作欲望占领了，
在 button 被一手29苏体唤醒，面对 Patrick 的 Open 200，选择用29苏体气质一发，300到1000，唱今天会3B 了，完了，今天开始3B 了，不对。他陷入深深的思考良久，选择跟住这1000，游戏翻后。Flop 呢是 K67，我们有范围优势，范围中有大量的 AAKK，所以面对 Patrick 的过牌，我们这里是一个100%的 C bet， 下注800，耳边则传来群众们的调戏。你再打一下水下。我提醒一下，友情提醒这个底池之后就水下了，友情提醒再打一下就水下了。Patrick 他立体的脸上面色冷峻，选择再度给我们含住。转牌是掉落一张2，我们击中了1对。我事后反省，正是这张2坏了我们的好事啊！此处面对他的过牌，我们突然是产生了侥幸心理，心里想这张2会不会让我们有了收档呢？他会不会是一些 flop 的 A high 在硬扛呢？于是面对他的 check， 我们被侥幸心理占领了智商高地，也选择了有利位置的过牌。合牌则掉落一张勾。Patrick 继续在前位过牌，打牌呢其实最忌讳前后逻辑不一致。我在转牌觉得我有摊牌，此刻又突然后悔了，觉得这在3bet pot 怎么可能会有摊牌呢？于是我逻辑崩坏了，觉得这里我必须得去 bluff 了。望着4000多的底池，那 Patrick 那边有个褐色的筹码是5000刀，所以他的后手有6000多。我们直接在这里祭出了一个 all in bluff， 完全毫无逻辑，毫无说服力。不知道是在代表什么的鬼故事的 bluff，Patrick 也思考良久，最终选择抓炸，亮出一对8。也就是说，这里一对8我们都 bluff 不掉，我们是不是完全不应该去做任何的 bluff？ 那皮神的锐评当然不会迟到，完全不面对任何战士，我也会困。多少钱？你买花，你转牌不打，硬说自己合牌中彩色勾了，你管我？我们这手给自己打0分吧，输掉这个接近1万的底池。扑克是彻底没有意思了。紧接着下一手牌，我们在 straddle 位置，皮皮 open 300，L 在皮皮后面黏住，我们则被一手66唤醒。我知道皮皮的 open 范围里大量的狗垃圾，选择去争这600的死钱。看了看我后手还剩4000多一点，直接选择 all in， 攻击他宽如海的范围。完了 all in， 一不小心，比如一个人一个动作，他们害怕了，直接来。他呢则伸出他的小胖手，点了点我的筹码，然后也选择了 all in。我去年的空力那个场被挨死。有对子吗？我有点害怕，我该不会刚好碰到了他的顶端范围吧？在场的看客们是纷纷弹冠相庆，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我被靠手好像听得到。有没对子啊？没有，一次2次。你说2次吧，2次。你是什么？2次。他对我了。你中了吗？你中了没？我没中。你没中，那我带。他们就是每个人。我中了。先靠。Scoop。Unbelievable, this guy. 3局。大家发出了喜闻乐见的笑声。不是，这 Q7O 也要上吗？还要再 all in 把其他人给隔离走吗？这皮神是真的不差钱呀。然后 Q7O 还能赢2次，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的朋友们？转念想想，这就是扑克的魅力吧。时至今日还能把皮神这样的玩家留下来，唉，说什么好呢？下一手牌我们在大盲被一手10勾缩底唤醒，面对 Jack 的 open 300，选择跟注来游戏翻后。Flop 呢拉出来 K97， 我们是2头顺听后门花，选择过牌。Jack 呢选择下注半池300，我们思量片刻，选择跟注。转牌，我们后门的光没有照亮大地，掉落一张非常不好的牌，叠牌9，我们继续过牌。Jack 此处选择下大注1000。首先 Jack 的范围里有一些可以被我打掉的 bluff， 其次这张9基本上只有我们傻 call 的范围里会有，再其次我们还没有在这张桌子上展示过我们转牌 check raise 的 bluff， 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只会傻 call 的鲶鱼，于是此处我们看 Jack 后手还有大概3000，选择拿我们的卡顺祭出了一个 check raise all in， 结果迎来了一个 snap call。
你大。真的假的？我也不上，无所谓。Twice。哦，那我大了。OK 大。大了？有 K 大。有 K 大。多少钱？那 Jack 最终是亮出了 AA， 看来我是高估了他，这就是一个没有丝毫 bluff 的小墩子。我们再度输掉了这个底池。我们的筹码在不断的减少，下一手牌 Jack open 300，肥鱼傻乎乎的跟注。我们在大盲背手2-2唤醒，我隐隐察觉到 Jack 的软弱，而我们的后手可怜的只剩下2000了。这里可能可以去打走他的一些2低张的跑马吧，赢下一些 EV 和死钱，选择再度出发。今天我已经数不清出发多少次了，好像基本上没怎么赢过。结果 Jack 竟然选择了弃牌，而肥鱼矫情了一会，选择跟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吧。我们180个2张。我怎么现在变成皮尬了？几千块钱不当钱感觉。老板就是这样的呀。妈的！我喜欢跟着老板切磋一下。多少？6万。2000多一点。啊？老给预报。一次，你领先，你领先，一次，包领先。你发一次，包领先。妈的，我3-4居然跟你是福利不？我他妈3-4。我 set， 他跟他是没我没 set 啊，我画画赛，我就他一对。今天跑不赢，妈的！跑赢了 A 圈跑全期，妈的，我3-4居然跟你是福利不？自己人不用找。他亮出 Q8 缩铁，击中顶队，打不掉。这些鱼 pre-flop 真是 fold 不了一点，死活都打不掉。我们又输掉了这个底池，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呐！我们是惨兮兮气鼓鼓的又上了1万筹码。面对 Jerry 的 open 300，我们在他下家给他吃了一个300到1000，结果换来的是皮神的一个400到2500。前卫的 Jerry 弃牌，我看了看自己后手的筹码有1万。想到这里，皮神可能是在拿 Q7O 来400我，一时间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受不了一点，选择给鱼吃一个500 all in 到1万，不是爱 call 吗？来呀，一决雌雄。结果皮鱼是没怎么想就选择了弃牌，看来这次可能连 Q7O 都不是。那赢下底池的我，还要独自面对人民群众的嘲讽。他 A 勾开始3B 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不一样了，还能 all in 了。哇！这他妈 A 勾只是 open， 我操！昨天是拎炮，勾 拎炮，今天 A 勾开始500 all in 了。当然了，那天的我只能算是小 unlucky， 真正的大 unlucky 其实是 L， 输了不知道多少个跑马。而当一个小 unlucky 想要回水的时候，当然是要找当天的大 unlucky 啦。我们在中位拿到一手 AK， 选择粉300，下家的皮皮跟注 ，button 的 L 跟注，底池来到900。那 flop 是废话不多说，直接 poker justice， 拉出来10勾圈彩虹面，我们击中 nuts。我们的范围里有海量的 AK， 而这一次，在我人生不多的次数中，我们的手牌终于和我们的范围对上了。手握 nuts， 选择下注600，软弱的 PP 副牌 L 选择跟注，转牌掉了一张方片9，取决于对手的手牌，可能是一张有利于我们的牌啊，比如对手的 KQ 就不可能再逃离了。我们选择继续下注1000，结果对手陷入思考，思考过后，对手的结论是 all in。什么？我 nuts。我操！这一声 all in 是把我全身都喊舒坦了。在一晚上的折磨之后，终于让我舒服了一把。扑克归根结底还是靠傻中啊！好，赢下这手牌之后，第二天我总共买入了2万5，还剩1万5，目前水下1万刀。在下一期中 ，all in 姐将闪亮登场，而我，你们的昌 boy， 他的命运又将迈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喜欢这个系列的，我不求多的，给我点上你们的赞。我们下期再见啦！